所以说这个价格应该说跟我是2020年来的，当时这个兰特跟人民币的比价也是1块人民币比2.5，都是基本上就是现在是持平了。所以说这个现在南非的这个兰特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可以比较坚挺。另外呢，电力供应呢压力也缓解了，因为自从新政府上台以后，到目前为止就是很少停电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呢。第三个呢，就是主要产品啊出口势头减缓，因为可能主要是就是其他主要新兴国家，比如说像我们国内哈，对这个经济不像以前发展的那么快吧，就是说，然后呢，它对这个南非的矿产可能需求稍微有点减缓，所以说对南非也比较有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在南非啊，对我们中资企业来讲，它是绿色能源啊，有光伏啊、风力发电啊这些哈，就是说发展势头很好。还有一个汽车行业，包括卡车、乘用车，包括那个家用轿车吧，就是说在这边销售都还是不错的。尤其像那个中国的一汽啊，或者奇瑞啊，还有比如说像哈弗啊这些啊，长城汽车这些。那么电商产业呢，确实现在也是我自己本人也经常在这个Temu 和 Shein 上面买东西，因为确实比起当地商场里面卖的，确实要便宜不少。所以说这三个这个产业的话，在这边发展的，呃，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确实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在这些能源这些产业上面，我们中国银行也作为一个重点支持的一些行业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提醒就是企业家要注意的，就是说要高度关注治安形势。确实，这个在南非啊，这个治安确实是个问题。我到这边已经4年多了啊，就是这始终是一个要高度关注的一个事项，而且总觉得它这个东西是一个紧绷在那里一根弦了，就是时刻要注意这个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电力供应还有水资源啊、劳动力等等因素，这些资源要素也是要就是重点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兰特币值的变动趋势啊，它对美元现在还是有一些贬值的一个这么一个状况吧。然后跟人民币相对比较好一些。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谢谢陈总。下面请中国银行瑞安尼斯保证行业部助理总经理姚卫为大家做主题演讲。蓝色近期对主要货币汇率走势以及中国银行瑞安尼斯保证主要产品的介绍。感谢国东会长这个邀请。然后刚刚我们那个贸进部的呃沈华总经理也对我们行的一些产品进行了介绍。我是姚卫，然后在约宝分行也待了4年多了，我跟沈总是前后脚来的，然后主要负责维护咱们在南投资的一些中资企业，或者是在南的一些有中资背景的一些当地企业。下面我们中国银行粤宝分行一些主要产品和服务，还有那个蓝色近期对一些主要货币吧，主要货币的走势也做一个介绍吧，也不叫预测了。首先我们中国银行粤宝分行呢是于2000年成立，是南非第一家中资机构，也是最早最大规模的中资经营性金融机构。我们约堡分行总部是设在约翰内斯堡，德班有27个行，也是人民银行指定的唯一一家非洲的人民币清算行。刚刚沈总不断提到的一个人民币通道的问题，就是指的人民银行建立的一个 SIPS 系统。这个是由咱们中资背景的银行在全球推广人民币的一个重要渠道。然后，在非洲这一块，非洲大陆上是由我们中国银行粤宝分行来承担这个主责的。我们也在努力的将人民币推向非洲，然后打通一些渠道。然后目前在非洲大陆的话，已经有17个国家和地区，是由我们中国银行人民币的代理机构的。然后如果各位企业家们在当地需要人民币结算的一些服务，或者说需要在外币经营货币上面有一些多的选择，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这边可以推荐一些金融机构给各位，一般都是当地的银行。此外，我们这边对不呀？啊，除了
看有一个杂音。对，此外，还往人民币的一个打通人民币的在非洲的一个渠道以外，作为人民币清算好，我们还要承担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责任。然后这方面的责任分成两块，一个是我要打造那个在非洲的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这边是要为大家人民币的活跃结算清算提供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就是一个账户结算清算服务，我们都可以去为大家提供，这是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为在非洲的一些中资企业提供一些人民币的融资。刚刚沈总也在不停的提到，那个人民币的那个融资的利率是非常低的，这一块确实如此即便后面美元进入降息周期，我们还是会比美元低得多得多得多。而且在央行今年6月份出了一个新出台的一个政策，对呃人民银行指定人民币清算行的一些贷款资金需求是可以直接从国内来调拨资金的这是我们约保分行的一个概况。然后在业务上面，因为这边受限于这个时间，然后我就大致上讲一下。各位领导可以把我们中国银行约保分行视为中国银行在非洲地区的一个分行，然后基本上国内分行所有的业务服务我们都有，保行、贷款、融资、贸易融资、结算清算、公司业务、个人业务，我们是都有的。然后呢，我就这样大致上带是，然后因为在座的来参会的一些企业家里面也有我们银行的一些客户，这个分行的介绍我大致上简介到这里。下面呢，我就兰特对主要货币的一些变动和预测跟大家总共聊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分行每周的话会给分行的一些客户，还有一些重要的群组里面会发一些我们每周会发一些外汇市场的一些变动报告，这里面都有，我都从里面摘出来的。然后呢，跟大家也这摘的是上一版，然后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美元跟人民币这一块呢，因为新人的贸易谈判呢，应该是在明年1月30号特朗普上任之后，大约3个月至6个月之间。然后高关税加关税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我们认为是人民币会在今年仍稳定上行，但是在明年应该会在7.2毛3至7.2毛6之间波动。然后不对，7.1毛5至7.3之间波动。然后美元对兰特了，然后本周是受到美国大选和央行的一些因素影响，然后美元指数昨天已经破新高了108了。现在美元对兰特应该已经在18.8块以上了。目前来看，美元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一个地位。预测方面呢，我们认为在短期内，美元对兰特是维持在18.7至19.2之间。这个除了南非和美国的2个因素之外，美元对兰特的价格主要还是受限于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最后我们再讲一下那个人民币跟兰特的一个汇率走势。刚刚那个沈总也介绍了，人民币对兰特其实比较稳定，最近5年每年的贬值大约是在2%至3%左右。然后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宣诸于口，不能写在纸面上，我们大致上聊一下，就纯粹大家一听一说，好吗？然后我们认为，在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6月30号之前，人民币对兰特仍旧会维持在2.3块至2.5块之间波动。在今年的圣诞节前后，兰特应该会升值到一个小高峰，大概在2.3块左右。目前就是这个是兰特跟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总额。兰特跟人民币的汇率最重要的关联就是咱们中非跟中南之间将近500多亿、600亿的一个贸易往来，这是中国和南非之间汇率锚定的一个基石。然后外汇产品方面我们这边能够我们具备全时区报价能力，然后也能够提供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以及外汇掉期服务。这一块的话，也有蛮多客户，这个在座的企业家有蛮多客户，然后相信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服务应该会相当满意。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服务模式，其实并不是说只是外汇交易。一般来说，成为我们中国银行约保分行的一个客户之后，我们会
将所有相关部门的一个业务骨干跟客户建立一个群，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在群里面沟通的话会更直接一些譬如说外汇交易，我们会把那个每周的周报放在群里面。客户如果有什么询价的需求，我们会如果是即期的话，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内给出一个报价；远期的话，会在1个小时左右给出一个报价。确认报价的话，也可以在微信群内进行确认，后面再补正式的邮件和手续。这种服务的话，针对中国人来说会比较容易直接一些，直接和有效一些。这是我们最后我再把我们的那个联系方式附上。这个不好意思啊，国东会长，这个又超时了，这个给您报个歉啊。这个我们这边月宝方联系方式那个微信的话就在那个公众号微信号就在那个屏幕上面，然后我个人的那个微信是姚3654，手机号跟那个拿飞手机号也附上，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也欢迎大家来拿飞，谢谢大家。郭总，下面呢，请赞比亚德源集团李铁董事长为大家做主题演讲，农业机械化实现非洲粮食自给的最佳路径。李董事长。好，听到，我现在分享一下屏幕啊。你看这个被子也还行。能看到这屏幕吗？你没有分享文件。能看到吗？还没有分享。你还没有分享文件，现在只是看到您的头像。网络稍微有点慢啊。能看到吗？现在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了啊。可以。好啊，各位专家，咱们南部非洲企业家协会的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那我今天呢，主要分享一下这个就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吧，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所以我发言的这个题目就是农业机械化实现非洲粮食自给的最佳路径。同时也兼谈一下赞比亚目前的在农业领域方面的投资机会。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情况。那么我在非洲呢已经有将近27年了。那我觉得非洲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粮食安全问题。非洲人口呢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粮食增长速度呢始终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这个需求。像以赞比亚为例呢，赞比亚大概目前的每年的粮食产量大概在300万吨。那政府呢有一个非常有激励性的目标，就是要达到粮食产量在2026年达到1000万吨，大概是现在的这个目前的产量的3倍。那么如何实现粮食的这个增产呢？那么政府呢设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增加这个农业开发区，它把每个开发区10万公顷土地，然后合计有100万公顷。那这样的话，大概如果按每公顷3吨粮食产量来算，大概是在能增加300万吨粮食啊。那么再一个就是以机械化提高现有土地的产量。当前呢，像在非洲像赞比亚呢比较典型，这小农户的产量呢1公顷只有1.5吨到3吨，非常低。那商业农场呢大概是10吨到12吨啊。那么机械化呢，那么商业农场和小农户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商业农场都是机械化运作的，同时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水平也比较高。那么通过机械化呢，可以将粮食产量呢大幅度提高。如果按中位数计算呢，大概能提高到6到7.5吨每公顷。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粮食的产量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3倍以上。那从赞比亚的情况看呢，赞比亚的小农户，基本上就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是亏损的啊，基本上都是亏损的。那么商业农场是盈利的。那么小农户的亏损呢，主要是产量这个太低，也是由于小农户的这个粮食这个生产亏损呢，所以政府呢给农民都是提供补贴的啊，种子、农药、化肥各个方面都是给提供补贴，那么维持小农户的这个生产。那么赞比亚的这个粮食生产目标啊，实现1000万的目标，那么经过就是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那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它这个目标的，是吧？那么怎么实现农业机械化呢？就是这个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农民无论是买农业机械还是租赁农业机械啊，只要使用农业机械进行作业，这就是农业机械化。那从农业机械化的这个路径选择呢，那么一个是提高农民的利润，使农民有购买能力。那赞比亚新的政府上台以后呢，实际上在这方面也开拓了一些思路。就是以前呢，像玉米的产量啊，玉米的价格是一个非常政治性非常敏感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和政治关联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政府经常干预这个价格。那新的政府上台以后呢，就提高了粮食价格，从而刺激了这个农民的这个在农业方面投资的积极性。很多商业农场以前是不种玉米的，那现在也开始种玉米，这是实际上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资金支持客户端，主要是支持农民，包括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适航飞航的支持，然后其他援助国家的支持，还有农业的这个贷款啊。那么第3个这个途径呢，就是建立农业机械的租赁体系。那么在赞比亚呢，建立农业机械的租赁体系呢，一个是从客户端呢，政府支持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啊，建立租赁服务公司、租赁服务站。那么从供应端呢，主要是农业机械的供应商提供这个农产品的服务，产品的供应和售后服务啊，支持这个农业租赁公司和服务站。那么在这个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带给中国农业机械企业或者投资者的一些机会啊，包括提供农业机械和售后服务，投资建立租赁公司，提供这个相关的培训服务啊，还有提供小额贷款啊这个业务。那这里边我想重点多说几句呢，就关于这个租赁公司。实际上，这是个对中国的小型的投资者一个非常有效的或者效益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项目大概可能比如3、5个人，甚至2、3个人搞一个小的租赁公司，给一个区域的农民提供服务，相对来讲投资不是很大啊，运作起来还是非常有这个效率啊。另外一个就是小额贷款，像我们在赞比亚的这些业务都是和这个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呢，这个运作的效果是非常好啊。赞比亚这个像美国的一家小额公司，大概1年的营业额在2亿美元以上啊。这个既给农民提供服务，同时也实现了比较好的盈利。那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那么在北京最近这个中非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帮助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理解呢，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啊，没有机械化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农业技术是没法发挥效果。第二个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对赞比亚这样的非洲国家来讲，可能是世纪之旅啊，但方向有了，那大家总是可以实现。那么再介绍一些这个中国企业在赞比亚农业领域的投资情况啊，一个是过去这个10年的发展，那中国企业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啊，或者单个企业
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大，像晨光生物，他们在赞比亚有15万亩土地在种植和深加工，从植物提取色素，那么增加农业的附加值。像万达的茶叶，也有6000多公顷的土地养桑蚕然后蚕丝蚕茧向中国出口那么第二，这个多样化。那么从传统的种植粮食、蔬菜向高附加值的农业发展，像这个包括刚才提到植物色素养蚕、棉花、烟草这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转移或者说投资到了一些新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领域。那么当地的商业农场呢，主要以粮食为主中国人主要以经济作物为主那么赞比亚呢，潜力呢也非常大，就是赞比亚拥有4000万公顷的可耕地，大概面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东北那么实际开垦呢，大概只有15%，也就是600万公顷土地所以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那么在非洲的话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赞比亚、坦桑包括刚果金莫桑比克这有一些部分国家在中部、南部的部分国家具备大规模开发农业的潜力那么很多的非洲国家可能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包括像南部非洲地区的南非博茨还有纳米比亚，这个以前农业做的相对来比较发达，但近些年受到这个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在农业方面缺乏竞争力。那么赞比亚农业方面的一些政策，赞比亚还是非常鼓励农业领域的投资，主要的政策包括像企业所得税它是10%，那其他企业是30%，那农业机械进口它是免关税和增值税的，农产品的销售呢，也没有增值税然后政府也设了10个开发区，为农业投资提供便利。所以我们觉得是在非洲投资农业还是大有可为的。那么德元集团呢，我们是98年成立的，那么现在主要是做农业、工程机械汽车这些产品的经销。那么在农业、矿业、新能源、职业教育这方面也有一些投资。现在德元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叫德元示范农场，现在也拥有12万亩的土地主要在赞比亚那么其他的我们在其他国家有些业务是吧？同时呢，我们参与了赞比亚的这个像农业机械化的国家战略的制定，还有这个行业标准的制定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吧，对当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能有所贡献那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会后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谢谢。谢谢李总。下面请坦桑尼亚的婚姻丹董事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坦桑尼亚高标准智能化农业产业园及这个农业产品加工区的看法。大家好，能听见吗？可以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坦桑尼亚的，我在坦桑尼亚也有27、8年了。我现在主要讲一下在坦桑尼亚建设高标准智能化农业产业园和农业出口加工区的探讨。坦桑尼亚呢和中国建交的已经有60周年了，高层来往密切，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建交以来呢，中坦关系呢也是长期健康的发展。2020年9月5日呢，习主席在出席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开幕上提议，将中国从所有非洲国家建交的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关系，将中非关系呢稳定的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明确提出10大伙伴行动，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推动的3大全球倡议落地走实，目标呢有4个。第一个呢，加强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第二个，促进和平与安全合作；第3个呢，就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第4呢，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对接。那我呢现在就这个第3点讲讲这个农业的
那个坦桑尼亚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探讨。坦桑尼亚呢，就作为农业投资机遇来说，它是主要有几点：一个，坦桑的政府对农业投资实行免税的措施，以吸引和鼓励农业投资；第二个呢，土地使用权。坦桑的农业投资企业可以向政府租赁至99年的土地使用权。在资金上呢，坦桑呢，它有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呢，它为农业项目提供部分的信贷支持。然后呢，农业出口加工区的行政实行的简化行政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了这个农业企业注册投资申请等行政的许可，提高了这个办事效率。第五呢，农业出口加工区企业的享有优先和快速的绿色通关服务，减少了繁琐的海关手续，加快了原料产品的进出口的流程。从产业分析来看，农业在坦桑尼亚经济中呢是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主要产品有腰果、芝麻、咖啡、剑麻、烟叶、玉米、水稻、木薯、香蕉、各类豆子，特别是大豆等农产品，提升了整个农业 GDP 的增长。2023年的农业增加值为187.74美元，属于第一产业。农产品出口呢，以棉花、腰果、剑麻、芝麻、咖啡、烟叶、丁香、茶叶为主。占大概外汇收入的80%。整个国家呢，它可耕种的面积有4400万公顷，已经耕种的面积是10020万公顷，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坦桑的农业存在的问题呢，是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坦桑农业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包括长期投入的不足、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种植结构的不合理、市场的不完善、农民的收入偏低，以及农业对减贫贡献的不够等等。国外的商业化的投资坦桑农业项目还是比较小，资金体量也是比较小。坦桑政府和各界呢对此已经形成共识，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呢，坦桑农业发展应该是大有可为。然后呢，是第五个呢，主要是要建设规模化、高标准、智能化的农业产业园，来推动坦桑农业的快速发展。结合目前坦桑规模化结合坦桑的那个农业的那个订单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与市场的是非常有密切的。订单农业呢可以帮助减少农业投资的风险，实现稳定的发展。规模化商业农产的发展将的领导整个坦桑农业呢更上一层楼。农业出口加工区的配套将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我这里呢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泛坦农业在坦桑现在在投资建设的一个国际化农业示范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坦桑尼亚的那个南部林迪省 Kilwa 地区，它呢现在呢属于这个南部的地区，然后呢总面积是268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万中国亩，62000英亩，那么建设以后呢会有规模化高标准的27.6万中国亩的那个高标准农场，农业养殖和出口加工区6万亩，含大宗粮食和小宗农产品生产交易和仓储基地。这个就是整个农产品的这个加工区，在这里是沿着坦桑区莫桑比克的国道。那么这个园区机构呢，将以一环两带3星6区为中心，一环呢就将交通环线利用外部的道路与园区新建设的道路形成一条园区联合环线，全长97公里。两带呢，就是产业发展带，一条为贯穿123号地块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带，一条呢是功能区的农牧产业发展带。一组两副3个服务中心呢，在出口加工区设置园区综合服务中心，承担园区行政管理的核心职能。同时呢，在30号地块分别设置功能服务区。那么这个有6大的服务区一个有综合加工服务区，优质2种繁育区、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区、特色农业种植区、种养循环发展区、生态经济林种植区。然后呢，水利建设呢将新建60个塘坝，1483个基井，同时呢，扶持呢区内的电力供应输送线。同时呢，搭建坦桑农业的数据大平台。项目建成以后呢，可以年产8万吨的有机腰果，或者32万吨的木薯干或者8万吨的有机大豆，或者5万吨的辣椒干，联合附近100多万英亩的当地小农户给整个农产品出口加工区提供原料，形成一个大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还申请了德国 SRS 的有机认证。这个呢就对坦桑南部经济走廊可能起到一个发展和带动的作用。我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龚总。下面请这个全球经贸 GDC 主席摩里求斯的洪金宝先生为大家做主题，在多极化世界，中非经贸向何处去？好，谢谢。我共享一下我的 PPT 啊。能看得到 PPT 首页吗？可以的，可以。好，我开始了。这个在世界多极化，这个多极化我可能要讲1-2句。这个多极化最早是俄罗斯那边提出来的，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预测这个 NATO 就是那个北西洋那个联盟要扩大到靠近俄罗斯，今天就发生了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原来就已经预测到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个环境，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中非关系会怎么样发展。大家都喜欢唱歌，去卡拉 OK 一定唱歌之前可能要是会唱歌的人都会选个调嘛，什么调啊，女音或者男音。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谁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谁能领导这个世界？而且我会证明这个是离不开非洲的。恰好大家知道这个中非，这个经贸展会，已经设置在场上嘛。永久也一直在场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巧合，还是有计划的。上半场我就讲这个新形势嘛，现在大环境是怎么样，然后下半场我就讲几个建议。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这个全球经委的主席。全球经济委员会 Global Business Council 是搞什么的？我们简单来说是搞那个 MI 就是 Market Intelligence 市场情报。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那个机构，比如说美国他们是讲那个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竞争情报，英国也是类似的商业情报法国有经济情报他们有都是情报局。
就是为国家服务，这是国家级别的一个机构。我们是民营的，当然我们资源肯定不如他们，但是我们的功能类似是一样的。这里我要可能什么是为什么需要这种情报呢？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从历史角度，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大家都讲这个生产率嘛。比如说80年代，中国每个家庭没有电视机，那你能生产多少，你就能卖多少。后来大家看出来这个机遇，他说啊，电视好卖，我也可以产这个电视来卖，所以很多人来了，就是说有一些竞争嘛，然后大家都说自己的电视台比别的好，是我是那个日本技术的，或者我是德国技术的，更可靠，或者图片更清晰，或者更便宜，反正这个就是简单的销售，说自己的产品有多么多么好，多么好。后来大家就有了电视机，那当然怎么把这个人家的钱从他的口袋拿到自己的口袋了？那现在就搞了那个营销，营销简单老说就是你不需要的东西，我也可以卖给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 LV 包，LV 包就是一个包嘛，说白了，你用一个布料包几十块的，也能装你的手机，也能装你的钱包。那为什么偏偏你要买这个 LV 包呢？当然，那个 LV 包，因为它是能体现你的品味或者你的身份，所以大家愿意，它是抓住了一个人们或者这个消费者一个心理的一个弱点，可以说，后来你就开始说，每个企业都竞争就发展什么地步，就是你也会搞生产，你也会搞技术，你也会搞销售，你也会搞营销了。那怎么竞争？现在你谁拿到这个最准确的信息，市场的信息，谁发现了机会，就能是占领这个市场。所以现在我们就讲这个现代的是80年代哈尔福教授那个波特教授提出来这个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所以从那个80年代，80年代中国也是刚改革开放，还在这个生产力的阶段嘛。反正这是我们的功能，我的全球经纬的功能。我再举个例子，你超越不过别人，比如说5G，5G 现在华为是领先，它的技术是领先。那我怎么我发现我不能，美国发现他不能超越华为了，他可以给他添一些麻烦，比如说他的女儿任正非女儿，他就把他抓了，关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手段。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中美博弈嘛，中美博弈最近那个川普刚当选那个新一届的总统，美国总统，但是这个贸易战肯定会加剧的。他在大选的时候已经在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关税要提高到这个无法可做了。中国习近平一直在说强调不要搞这个小件高抢，不仅是那个电动车，反正所有中国生产有优势的产品，比如说什么5G 我提到了，比如说那个无人机，
前面那个深圳无人机协会都提到，如果你中国有优势，他们就给这个提高这个关税什么的。所以这个美国那边是达到的共识，就是要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土的西的先进是他们的哲学，西方的哲学是这个战争必不可免。这美国肯定不乐意看到中国崛起超越它，这个是公认的。无论是你是这个川普那个共和党或者拜登的那个民主党，他们都已经打这个共识，中国是他们的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已经下了决心要打中国，跟中国打战争，和什么时候打都已经决定了。这个可能是28年到35年之前，这个战争会发生，最可能。为什么说这个时间？这个根据这个军事分析师，他们觉得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高于中国，所以中国也在努力这个提高，造这个航母舰什么设备装备，所以他觉得可能在这个10年差不多10年内，中国可能会有能力抵抗美国，所以他们之前要打这个仗，怎么打也在研讨，他们在研讨怎么打败中国。最佳的方案当然是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就是中国，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印度介意来跟中国抵抗，然后然后那个一刀连嘛，一刀连就是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是美国就提供一些武器给他们联手来打中国。就中国美国就很轻松，就自己不能郭主席，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你一下。那个，我们这个会议 Zoom meeting 会议的话，时间是有限的，对，请控制好这个时间。后面还要好。所以这个自上列下来，那个俄罗斯当然他也支持中国，但是因为有这个俄乌战争，他也不能全力支持中国，所以他想帮中国也帮不了多少，所以他们说俄乌战争会停止，我觉得不会停止，因为这个是已经设好的，这个是要把一些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势力往那边西边那边，美国还做好一些准备，这个 CHIPS 法就是芯片法啊，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已经把它的产能已经移到那个美国，所以最坏的打算已经做好了。既然中国收回台湾，美国还有这个技术，这个芯片高端芯片的技术在它的本地那边。然后那个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到，美国在干什么，就是那个 AUKUS 就是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在联盟。中国的潜艇，中国那个东海和南海比较浅，所以这个潜艇要出海的时候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你不能潜得太深，大概是200米，所以到时候你的威胁力就少了很多。所以美国现在愿意把这个核潜艇的技术转给那个澳洲，澳洲就来负责这个控这个中国在海南的核潜艇。
他们就一出来，他们就被这个澳洲的核潜艇就可以被发现。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上、大趋势上，非洲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个从几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到。这个关键矿产已经提了啊，还有那个农业，前面很多人都讲了农业，实际上非洲可以养活全世界的，然后人口红利，到了2050年，4个人当中1个人是非洲人呢，然后最快发展的国家，top 10个国家5个在非洲，然后大家我看得出来非洲的潜力，你也看得出来，他也看得出来，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这个非 X 这个峰会非常多，这个中美合作论坛还有这个非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土耳其也有他的梦想，就是重新成立这个奥图曼大帝国，从那个欧洲西欧葡萄牙到巴基斯坦，要重新成立这个，但是都离不开非洲。去访问非洲最多的总统就是土耳其的总统。所以这个关键它那个矿产有哪些？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这刚果金那边有钴还有铜这个刚果金加上那个赞比亚的铜带是就那个世界第3了。马达加斯加是摩西的那个第2大国了。然后津巴布韦已经是发展为第4个产锂的，这些关键矿产对未来的产业都非常非常重要，不可缺少。黄金也是在大部分在非洲，以后我再讲一下为什么黄金是很重要。所以中国要干什么？为了这个做一个是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这个重新这个改造升级这个坦赞铁路，这个好像明年会开工。美国也在另一边，就是西洋那边呢，也在那个罗比托走廊，而且下个月12月份拜登会进行这个国事访问安哥拉那边主要是谈这个罗比托走廊。一个很好的项目是这个中医药中医药，因为这个是中国只有中国有的嘛，但是因为非洲也比较认可这个草药，他们也有这个传统，所以很容易接纳。毛里求斯这方面也在印度也在谈，印度也在通过这个联合国世卫组也在推动他们自己的中草药体系，叫 Ayurveda。毛里求斯已经选好了那个一个工业园，就是专门做这个我们叫传统医药嘛，包括中国的、印度的、非洲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都在欢迎到那边去。已经有几个代表团来毛里求斯，这个照片是我和几个那个中国中医药的领导来毛里求斯交流的时候，我跟他们合影。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这个已经谈了好几十年了，就是那个英格达巴就刚过金那个所以这个大坝我们看那个右边那个非洲大陆，这个可以供应电给到埃及和南非，所以这个可以满足非洲的
1/3的电能那个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变革性的项目。当时搞这个滩山铁路的时候，中国非常穷，这个我们是讲回到这个60年代、70年代，但是还是下了这个决心。那个时候邓小平要访问美国，几千美金都拿不出来，但是还是搞了这个潭山铁路。今天这个英格大坝预算是800亿美金嘛，800亿美金。我觉得今天把这个钱放在今天的按照中国的这个实力国力，还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当前还正挺时间缩短成1分钟结束。好，谢谢。另外一个很好的项目就是南非汽车厂。南非就是汽车制造在南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比较发达，而且23年生产了600万60万，这个是600，不是600万，这是60万，是60万，我写错了，60万，然后40万是出口的，所以欢迎这个中国的汽车企业到南非来，还有那些电动车企业，来抓住这个机会。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打仗就是要钱嘛，而且中国银行也讲了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去美元化，这个周润发在用美金在点他的那个香烟，这个YouTube比我讲1000话还好，所以要讲还可以讲很多，但是后来怎么发展呢？谁都说不准。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好，谢谢。下面请上海德士国际集团邵健副总裁为大家做主题。我在非洲10国做物流。好，主持人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的，可以的。好，那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组委会能给我们浙师泛飞网络集团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呢叫邵健，是浙师泛飞网络集团的副总裁。今天呢我的坐标呢是在中国国内的上海。平时呢我们现在在非洲呢10国呢这个做了一些投资。下面呢我和大家呢做一个分享交流，也请各位都指导。我们浙江浙师泛飞网络集团呢，简称浙师泛飞网络集团。我们是2008年成立，总部呢是在中国的上海，在浦东呢也有进出口配套的实业投资。我们下面呢主要分3个事业部，一个是商品平台事业部，第2个是物流事业部，第3个呢是产业项目事业部。我们总计管理了国内的和国际的全球20多家全自己合资的子公司。分布于中国的大陆、香港、新加坡、坦桑尼亚、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津巴布韦、加纳、安哥拉等亚洲及非洲国家和地区。目前呢，我们浙市呢已进入非洲10个国家、30余个大中城市，累计在非投资呢数亿美元。我们呢，2008年从安哥拉开始起步，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发展起来，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业务介绍呢，大概呢我分几个部分。首先呢，我们呢是物流事业部。我们的物流事业部呢，其实呢从这个下面呢，大家可以从 PPT 上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主要的呢就是分几个产品，一个呢是一站式的全程供应链，第2个呢就是 EPC 的项目物流，第3个呢是大宗商品物流，第4个呢是全球代采与供应，然后呢是国内的这个国内仓、海外仓，再有呢就是电商物流板块。我怎么这个动不了了吗？可以了。
我们呢主要呢从非洲这一块呢，从当地的非洲百姓的需求呢，我们分成5个品类，一个呢是呢就是建材、家装，然后就是家电，还有呢就是家居，还有就是出行，就是从这几个板块来说，我们来从考虑整个非洲的这个老百姓的家居需求。为了这个呢，提高我们的整个物流公司的这个整个的资质，我们在2020年9月呢，也获得了美国的 CTPAT 的认证。我们目前呢，我们的网络呢，已经覆盖了非洲的国家呢，目前呢，已经是在这个中非和东非，尤其是东非、肯尼亚、乌干达、刚果金、卢旺达、坦桑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这里呢，我们都已经设了十几家的公司和办事处，辐射了非洲呢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的情况来讲呢，我们首先呢是在坦桑尼亚，我们有200多人的服务团队，有各类车辆可调配的呢，自有的是60多台，然后从外面可调配的呢，将近1000台。这里呢，我们有仓库的面积呢是5万平方，有堆场面积呢这个10万平方。这里面呢，我重点要提一下，我们在坦桑尼亚呢建了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呢一期呢目前呢已经竣工了。我们在坦桑尼亚常驻的城市呢，主要是达雷斯萨拉姆、阿鲁沙等这些城市，可以辐射呢周边的国家呢，赞比亚、马拉维、布隆迪等这些国家。在赞比亚呢，我们呢有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可调配的车辆呢200多台，同时仓库的面积呢，我们有3万平方，堆场面积也有1万多平方。我们常驻的城市呢是卢萨卡、吉特韦等这些国家城市，同时呢，我们也辐射了周边的国家，刚果金啊。这个安哥拉呀、津巴布韦、卢旺达、坦桑尼亚等莫桑比克等这些国家。肯尼亚这一块，我们也是100多个服务团队。然后莫桑比克这一块呢，我们有150个人的团队，可调配的车辆是60台。然后我们也有仓库1万个平方，还有堆场面积5万平方。莫桑比克呢，常驻的城市是贝拉、南普拉、马普托和泰特。可辐射周边的津巴布韦等国家。在加纳呢，我们呢也有50个人的团队，有自有车辆呢20多台，还有2000多个平方的仓库，还有1万多平方的堆场。同时呢，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外高桥呢有国际储运基地，在浦东的临港也有储运基地。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个做配套的非洲的全程物流，为国内的这个出海非洲的产品提供的这个仓储服务。这是我们临港的国际储运基地的实景照。我们哲思放飞集团呢，是一家专注于非洲家产品的消费市场，立足于 S2R 这一块。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呢也这个的公司深耕呢中非的一带一路15年，自建了产业基地，现有员工呢1500余名。我们公司希望在商品制造和交易基础上，以先进的技术和运营理念，赋能传统的消费商户，帮助零售企业实现轻松的经营。我们呢深入了非洲市场，已积累了供应端的扎实基础，也布局了门到门的物流，理解了商户的运营和消费者。一带一路呢铺出了我们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机遇。非洲的商业发展空间呢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呢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呢哲世集团呢已经实现覆盖非洲多地的商品平台的网络布局，目前呢在34个城市、10个国家自营销售网络。我们有700多个人的商品服务团队。我们哲世呢还提供依托数字化系统的智能物流及供应链的这个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更低的价格、更快的运输时效、更可靠的商品的送达。我们呢也具备了一站式的物流服务及门对门的配送实力。我们依托国内及新加坡、香港等亚洲主要进这个本口岸的自营主体，编制了从干线到支线、点到点的中非的一站式的全程供应链网络。我们的非洲物流运营团队呢，最早成立于2010年，目前已经在12个国家设立了业务点，可辐射物流的范围包括加纳、这个多哥、安哥拉、南非、莫桑比克等多个国家。
我们的国际航线也开通了20多条。这里呢，我想呢要重点呢跟各位嘉宾分享一下，我们浙市坦桑木克软杠杆的国营园区呢，这个呢项目占地呢20万平方，项目园区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距离达内港呢不足20公里，车程呢约40分钟。这个园区呢，我们是由中节能集团中国起源呢负责规划设计，目前一期呢已经全部建完。产业园的总投资呢2亿美元，定位呢主要是以家电、家居、建材为行业龙头，以制造业及物流服务业为主体，工程营销和贸易并进发展。浙市发展的目标呢是领先的非洲家场景 S2R 智联综合服务。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15国100个城市，服务8亿人口的市场，5000家的销售合作店铺。扩张服务网络，丰富商品品类，扩充运营队伍，升级系统平台，5大产业物流园，中国的产能输出，自建品牌产品。我们的企业文化这一块呢，跟刚才各位嘉宾分享的一样，我们的愿景呢，也就是在非洲每个国家建立有机协作的实体网络基地。我们的使命呢，也是为造就非洲人民美好生活而持续努力。我们的基本的价值观是诚信、勤奋、担责、专业、创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开放、透明、执着、协作、分享。我们浙市集团也和我们今天分享的各位嘉宾一样，非常专注于公益。尤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尤其在非洲，参加了一些扶贫项目啊，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也好，也对各些政府做了一些捐赠。我的今天和各位嘉宾的分享呢就到此，我的演讲的这个内容呢将在群里面和大家分享，希望在今后我们未来在非洲这种我们共同的事业里面，希望能大家一起多交流共同进步。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到此完毕。谢谢赵总裁。那这个入会的各位会员有没有相关问题想跟赵总裁交流的或者提问的？给大家2分钟时间。赵总非常感谢哈。能不能请您讲一讲，就是从你们打入非洲市场这10个国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曾经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怎么解决的？好，我们在非洲呢，说实话，从2008年进入安哥拉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更多的是机遇大于挑战。但是今天来说，尤其是我们浙市集团，虽然在非洲深耕了16年，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说实话也还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恶性。相对来讲的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导致我们这16年以来，我们在非洲投资的一些产业，说实话利润大幅度的下降，甚至于有一些已经面临着盈亏的平衡点，或甚至于有的已经开始微亏。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做叠加的产品的叠加。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向非洲这么多当地人民的需求，我们要在产品呢进一步的，比如说现在的储能或者一些新型的产品。第二个呢，产业叠加。为了做产业叠加呢，我们呢在坦桑尼亚等国家建立了工业园区。我们最近频繁的这个陪同国内的一些制造业进行产业出海，我们提供前期的商务的以及落地的一些产业的支持。这是我们在面临的这个挑战方面，我们做的一些举措。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呢，说实话，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跟我们同样的遇到的，也就是尤其坦桑尼亚这些国家政府对税收等方面对我们采取的这些，说实话，采取的一些方法手段，确实对我们还是带来了一些很大的难度。这些难题呢，说的直白一点，可能还不是靠一些小政策来解决的。也需要靠我们商会靠我们协会我相信很多企业也遇到了，这也是目前面临的我们中资企业在非洲已经落地的，已经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投资，我们甚至于是重资产企业在非洲一些国家面临的当地的无论来自于政府层面，还是来自于他们的政策层面，甚至于来自于他们的这些官员在执行层面给我们带来的
是吧？这些还是对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困扰。当然，我们合规经营是前提，合法经营也是必须的。但是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之下，我们当下还是遇到了一些在政策、税收等方面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不是今天我们能展开讲，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也会遇到，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当然，我们还要积极的加强沟通，得到当地的理解。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可能更多的还要跟他们深度的沟通和合作吧。这是刚才对于这个主持人嘉宾提供的问题我的解答。感谢，这个希望我们今后共同的努力啊。好，谢谢。好的，感谢啊。好，下面请乌干达线上集团总经理刘文楚，为大家演讲，主题走进中非乌干达，探索丘吉尔人的非洲民族。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们，你们好。我这个可以看得到吗？那个 PPT， 各位领导看得到吗？看得见，可以听见，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看得到啊。这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领导和企业家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乌干达和我们那个天堂集团。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介绍和汇报。第一，非洲投资概况。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新的发展态势和格局，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发达国家大家知道的经济复苏比较发力啊，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逆全球化这个风潮兴起。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新时代。202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主题：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那世界工厂必须面对世界市场。那曾经的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向哪里转移？东南亚、印度还是非洲？答案：非洲。那为什么是非洲？在2000年，《经济学人》杂志这个封面将非洲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啊，这个左边这张图啊。那11年以后，该杂志又以非洲崛起作为封面，承认非洲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6月，《纽约时报》这个头版刊登世界的未来在非洲。那经济学人智库发布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0个国家中，包括有12个国家来自非洲。那当然，各个世界各大经济体提出各自牵手非洲的发展蓝图也在进行之中。非洲开发银行2024非洲经济展望预测，那这个2024年非洲经济增长会到3.7%，高于全球经济增长3.2%。非洲大陆4个国家有41个国家经济增长高于2023年。非洲经济将开启工业化新时代，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乌干达。乌干达国家面积24.15万平方公里，人口5000万，气候四季如春，植物茂盛，湖泊众多，有高原水乡之称，便被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非洲明珠。乌干达的地理贸易地位啊，地处东非中心，是区域贸易战略要地和主要的物流集散地。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那乌干达这个国家政局稳定啊，现任总统穆森维尼执政30多年，这个政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的政策的连续性是不错的。它除了政局稳定以外，社会治安也不错，也属于枪支管制的国家。这个国家无外货管制，
这个外汇自由进出。另外呢，乌干达跟中国关系友好，是与中国签订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这是跟我们在乌干达经商的华人企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事啊。乌干达它的农产品、木材、矿产、水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在前年啊，他们发现了石油，勘探出来石油有65亿桶，这个算得上是非洲前3啊，第3大石油储量国啊。咱们中海油在乌干达有投资。这是我在前不久去乌干达，在当地的一个报纸啊，看到了一个就是乌干达投资局的一个主席刊登的一个文章，这个抬头写到是工业园区驱动着乌干达目前$500亿，那这个到2040年可能会到$5000亿。那其实乌干达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国家。那如果在10几年后，2040年能够达到$5000亿，那将相当于3.5万亿人民币，这是不可估量。所以呢，他的这篇整版报道，他的文章的第一这个段我把它折出来了。这个就是人们对乌干达超级大国潜力的乐观情绪已经成熟，我们各级官员和社区都在就如何实现几何级的经济增长，并在他们有生之年成为第一世界进行辩论和行动。这个意思就是说，乌干达它本来是一个非洲贫穷落后的一个农业国，它的经济发展是在非洲大陆是排在后面的。那么因为它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包括社区，现在那个经济非常活跃，思想意见统一，特别是以穆萨维尼总统为首的强力的这个执政的这些官员，致力于发展乌干达的这个经济，发展乌干达的工业化，推动乌干达向工业化迈进，也离不开这些领导总统的大力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咱们中国企业的还有这些企业在乌干达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其中也有我们乌干达天堂集团。那现在简单跟各位汇报一下，介绍一下乌干达天堂集团。乌干达天堂集团是一位于非洲民族乌干达的多元化综合性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业务涉及园区投建、生产制造、文旅板块、房地产开发、矿产开发、商贸板块、国际安保、新零售等8大核心领域。目前在乌干达拥有30余家全资子公司，员工有1万多人，中方管理人员有370余人。自成立之初，集团便坚持走本土化的发展策略，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已在整个东非区域享誉盛名。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跟各位放一下这个我们中乌姆巴莱工业园。这个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呢，是2018年由乌干达天堂集团投建，占地3.33平方公里，已入园企业50余家，业务涵盖家纺、家电、电子建材、日化、医药、汽车制造等产业，为当地提供2万多就业岗位。
园区配套设施完善，政府派驻一站式服务中心入园，最大化的为入园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主席明确在非洲设立10个鲁邦工坊。咱们中乌姆巴莱工业园有鲁邦工坊，建有实训基地，为非洲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园区呢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入园企业免10年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等。这个今年9月份，这个新华社重磅报道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把中乌姆巴莱工业园作为“一带一路”成功这个典范成功的一个典范，为今年中非经贸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献礼。第3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在非洲的一些经验吧，是一个心得体会吧。理解的习主席提出来的一带一路，这就是把中国的过剩的产能输送到一带一路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那咱们国内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呢对内是转型升级、创新求变，对外是产能转移、产业对接。我们呢国内大家都知道，目前很多企业面临着瓶颈面临着一些产能的一些过剩、市场的问题等等，那就需要这个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出路。所以现在都流行不出海就出局。这个中国企业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大的出海机会，海外市场作为第2增长曲线，如果但凡一个这个企业家希望能长期发展，基业长青，有长期的视觉的，所以就会致力于走出去因为现在不出海不出海的风险远远大于出海的风险，所以呢把海外市场作为第2增长曲线，将能打开企业增长的这个企业成长的天花板。那当然咱们出海也不是盲目的这个不出海就出局，那出错海也不要成败局。所以呢为了这个避免出错海，这个不成功，那我们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去对地方，找对平台，选对合作伙伴。因为刚才前面也听到前面的一些在非洲深耕多少年的一些企业家们的分享，这个出去一定是要多看看，多走一走，要实地进行调研，做好功课这个实地进行考察，把自己的这个就说结合自己的一些产业，结合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所从事的行业找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出去投资兴业的一个方向，精准对接，精准定位，这样呢咱们走出去就不至于出现不好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出去也希望多考虑一下这个所在国的一些政局社会治安走去一些政局比较稳定社会治安比较好的或者是相对好的这些国家去，这样呢可以把我们国内的设在国内的这些母企业，就相当于我们80、90年代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包括欧美他们当初也是这样
为了解决国内的他们公司的一个产能，然后呢，利用咱们当初中国的一个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还有政府所给予的一些招商引资，对外资企业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这样可以把自己国内的企业也可以把它蓬勃起来，同时呢，也解决了目的国的一些需求解决了那边的目的国的一些需要这样呢可以达到我们走出去这样的一个目的吧。这是我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很多东西就不便于把它展开。这是我们对在非洲深耕这么多年自己一些比较粗浅的一些感悟这个谢谢大家。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集团的二维码和我们的一个微信联络方式。那我们呢欢迎这个对想到乌干达去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朋友如果要去，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联络方式留下来。我们天堂集团也乐意给予协助和配合谢谢大家。各位会员，看看有没有谁还想跟这个陈总提问题的？陈总，给您请教一下，这个咱们天堂集团的这个那么每年的这个所获得的利润，如果想回国的话，这个有没有一些麻烦？就是咱们的利润从乌干达回到中国。这个如果要是在那边通过一些投资项目，或者是在那边设计的一些说获利在那边正常的完税以后，当然这个回到中国这边，这就看我们国内的中国企业到乌干达去投资，当时他的一个外汇是怎么出去的，这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因为中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这个外汇管制国家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我们在境外的企业在乌干达吧，有些企业要有些资本获利，或者是有些盈利，这个在当地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在乌干达当地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如果要回到中国的话呢，当然你完过税，或者是国内再来通过采购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贸易项或者这些经常项目项，因为国内是放开了的，这个资金是可以进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就业，那么乌干达的工会的力量怎么样？这个后面没清楚。工会给不给你找麻烦？目前那边呢是有成立工会，但是呢这方面呢还不是像东南亚一些工会组织那么的严密嘛，这个对企业那么严格嘛。因为乌干达现在呢它是大力的发展那个工业化，而且呢现在对中国人中国企业家中国的企业过去投资还是非常欢迎，而且呢还是比较友善的还是比较友善的。所以这个中国企业在那边只要你合规经营合法经营守法经营，这个正常来说，因为他那边的劳动力是非常的富有，
举个例子说，我们曾经有家企业，我们姆巴莱工业园，它这个为了赶做订单，这个要一部分的员工加班，另外一部分就没有要他们加班，有另外一部分员工他们就在那里下了班不走，就跟那个企业老板说，为什么要他们加班，不要我们加班，还哭要加班啊？那就跟有关的那个我们在身边的一些朋友在越南或者是菲律宾那边去的企业，那是老板是求着这个员工加班，相反是员工不愿意加班啊。所以呢，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因为那边一个劳动力富裕而且也很淳朴，那些员工这个打工者比较淳朴，所以呢，这个政府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还是很支持中国企业在那边发展，对中国企业也是比较友善的。只要我们有些做法不是那么很违规、很过分呐、或者是超出一些那些过分的一些事儿，一般的非常还好，我们还基本上没出现这种情况。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哦，一个实质性的，就是说现在乌干达那边的工资哦，就是说一般的员工的工资，他们是计算是1小时工资是多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水费跟电费这些基础的这种的开销，大概费用是多少？您能不能够介绍一下？谢谢。好的，这个那边的工资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有的按日薪，有的按这个月薪，当然个别的也有周薪，大部分都是这个月薪或日薪，这个平均的那个都是在相当于人民币600块钱嘛，美金100美金左右一个月，这是他的一个收入情况啊，收入情况。一个那个再用那个刚才说的一个电费是吗？您问的那个电费是吗？水电费是吗？是的。那个电费呢？因为乌干达它这个地方，它在大的那些城市是不缺电的。乌干达，因为乌干达它在东非高原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的源头在乌干达，所以那边的水力发电还是不错的，在那边，而且呢，在园区的这个电费，像我们姆巴莱工业园区的电费是在5个美分一度电而且是我们24小时不停电的，不会有停电的这个时间，所以是5美分。那么园区以外，或者是像在首都可能有些这个电费可能就会到8毛钱、1块钱吧，这个还是有不一样。但是园区是按5美分这样来计算的。乌干达是不缺电，当然是在偏远的中小这些城镇，它还是缺电，因为乌干达是缺乏的是输变电设备，它的电它需要输送到偏远的小城镇去，所以它缺这个。所以乌干达如果要是缺电，是在偏远的这些中小城市里面缺电，在那些大城市或者在那个工业园区、国家级的特别是国家级工业园区是不缺电的，而且电费还。那是不是就是在你们的园区内的电费相对的要比起在外面的地区的电费要低很多啊？下来，交下来。他已经说过，他说他的园区的电费已经很便宜，外边要差不多1块，它里面是5个美分嘛。是有区别的。进行下来。好的，那么下面请南非硕丰集团曾晓东董事长发表演讲，他的主题是中国制造业如何打入南非市场。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能不能听到我的讲话？可以。那个，永杰，你报我这个视频呢，打开一下。我用了电脑都能录。SUNXD。
你说把你的视频打开一下。对我被锁定了。没有啊。SUXD 能看到我的视频吗？我看到你，但是没有锁定你的呀。你要他自己打。你得小洞需要自己打，你在电脑上打开。对，哎，刚才一直没有显示啊。我这边显示是你没有被锁定啊，你是开着的呀。还是你电脑的问题？刚才有一下是不是？刚才是有的呀。对。好吧，我用手机吧，好不好？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就显示不了那个了，好不好？我用手机登录哈，大家稍微等一下啊。我平常电脑的那个键，视频键关了。他估计是因为我这边是开着它的。对。那孙总在测试的时候是好视频，测试他用手机测试。大家好，能看到了吗？你那边掉线了，你那边那个用你的视频对不那你就嘴巴讲嘛。嘴巴讲。看不见你现在。准备好了吗？能看到了吗？看不见人，能看见了。我看见了。哦。在哪里？你的视频是打开的，现在。对，视频打开，在摄影。声音没有声音。声音也是打开的，它全部都。听到了没有？哎，这个可以了，这个可以了啊。好了，这样的话就不能分享一些 PPT 了，那我就用手机跟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海外制造业如何进入南非市场。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题目呢？前段时间我拜访了赞比亚的德源集团的李铁董事长，还有这个国泰钢铁的黄总。拜访了几个赞比亚企业家以后呢，我比较了一下赞比亚的企业和南非企业的发展状况，所以有感而发，我想做一项有关海外制造业如何进入南非市场的一个这个演讲，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感触吧，一些收获吧。非洲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们，大家好，我是南非朔丰集团董事长孙晓栋。朔丰集团今天已经有20年的历史，主要从事塑料包装行业，包装包括印刷、食品软包装、编织袋、农业网袋、无纺布、熔喷布、水果包装用发泡托盘、发泡网、托盘网、缠绕膜和防粘网等。现在在南非已经有4家制造业工厂和1家进出口公司，有员工800多名，厂房6万多平米。我们集团也是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贸易到本地生产的一个成长历程。现在已经在南非的包装业，特别是农业包装领域，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已经在各个领域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并具有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我想根据我们成长的历程来谈一下制造业如何成功的走向南非市场。当前要想谈这个话题，我就要把当前的大的局势谈一下。当前国内制造业
内卷厉害，都在找机会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做布局。南非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个阶段，西方制造业在逐步退出南非市场，中国制造业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不断突破，慢慢的在南非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另外，由于南非在非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又是中国产品进入南部非洲的一个跳板，市场的辐射范围很广，商业机会非常巨大。南非具有相对比较齐全的制造业产业链，是制造业比较理想的目的地，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局势。那么中国制造业如何进入南非呢？根据我20多年的经历，我归纳了3条。第一条，产品要有核心竞争力。南非曾经是个发达国家，各个行业竞争都比较激烈，都有一些龙头企业。要想进入南非市场，就必须和现有的竞争对手抢市场。二，南非周边的国家过去比较落后，很多市场是空白的。这种情况下，海外投资是占有市场，占有市场往往对技术管理成本的要求不严格，只要有资金优势，就能迅速形成产能，迅速占领市场，资金的重要成分很大。而在南非，市场需要一点一点来抢，资金优势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尤为重要。技术、质量、服务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每个企业要清楚地了解南非的竞争形势，提炼出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对市场的抢夺。这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共享一下，我之所以在南非能够占领主要的市场，充分发挥了我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我的许多产品是有专利的，是把好多产品是把中国的一些成熟的应用技术带到了南非，在南非实现本地化生产，而形成了和南非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从而占领了南非市场。由于这种差异化，从而提高了我产品的效能同时呢，利用中国的管理优势，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在物美价廉的情况下，当然客户就有理由选择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经过20年的奋斗我们不但冲破了本地的垄断，而且占有了本地的大部分的我所属产品的主流市场也可以说在本地，在南非，在包装行业好多领域，我们产品就是本地的一些行业标准。第二，产品要符合南非的质量技术标准。南非的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想进入南非市场，首先就要让我们的产品合规。食品行业就要有食品等级认证，要成为主流行业的供应商，就要有 ISO 管理体系认证。要想你的产品出口欧洲，就要有欧洲要求的各种证书。南非的SABS 和欧洲的行业标准基本是一致的。所有进入南非的商品必须符合南非的标准认证，这是标准认证，也是进入南非主流行业的敲门砖。通常要想成为大公司的供应商，一些证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曾经想竞标南非 Premier Food 还有 Tiger Food 的包装供应商，人家在招标书上
食品等级认证就是一个硬指标，如果你没有，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无论产品质量如何好，技术如何先进，都没有用。这些标准认证也是通常被一些竞争对手用于排挤我们的一种手段。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往往忽略了这些标准的认证啊。我们通常觉得我物美价廉，产品质量好，技术高，那就能想当然进入南非的市场。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我们在开普敦有个托盘厂，在进入南非市场的时候，我们竞争对手就曾经用欧洲的 BRC 认证来排挤我们。到南非的出口公司告我们说我们没有 BRC 认证。庆幸的是，我们在建厂初期就积极的申请了 BRC 认证，在出口公司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关证书，从而我们就顺利的进入了竞争的这个平台然后凭借我们的技术优势、我们的管理优势、我们的成本优势，而打败了南非的上市公司。第三个，管理要实行本地化。南非法律很健全，可以说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水平线上。劳动法、税法、移民法都是我们在南非投资绕不过去的坎儿。遵守南非的法律，按照当地规矩做事儿，管理实现本地化，对我们投资的健康安全尤为重要。现在许多中国在南非的投资制造业还是用中国的管理模式，没有按照本地的劳动法用工，没有按照南非的税法纳税，没有遵守南非的移民法，造成了企业有很多软肋。这是因为软肋有时会造成企业没法真正融入南非主流，甚至于违法，导致企业关闭。这样的血淋淋的例子太多太多。有些企业由于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被劳工部曝光；有的企业非法用工，企业主被坐牢；有的偷税漏税 ，SARS 给予天价罚金。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在南非，在我眼前经历了过很多的企业，他们所处的行业很好，他们的产品还有优势，就因为没有合规合法而被 SARS 或者移民机构或者是劳工部给予各种各样的惩罚，从而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甚至于关闭。所以说，实现管理本土化尤为重要，遵守本地法律在南非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南非投资的硬实力，那么产品的标准合规管理的本地化就是南非投资的软实力。硬软要两手抓，就是进入南非制造业进入南非的钥匙和法宝。在南非发展制造业实在是不容易，要是在各个方面做到位，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做到位，我们才可能成功。我们在南非打拼20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很愿意和大家在非洲企业家协会这个平台上一起分享，希望对有意进入南非市场的制造业有所帮助。谢谢大家。各位会员，谁有问题跟孙董事长交流一下？没有的话，那下面请南非明珠集团董事长高明兰先生为大家做主题演讲。新工业时代在非洲，技术就是财富。高董事长。
大家好，大家很高兴，没了，听得见，听得见，能听见。能听见吗？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好，OK，好，感谢。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主题是新工业时代下的非洲技术就是财富。南非工业的技术现状和机遇。目前，非洲正处于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南非作为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在工业基础设施、科研研发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这些优势只是基础，南非工业乃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在数字化转移和技术进步的领域。南非交通网络相对完善，供应链体系较为成熟，同时数字化基础建设不断进步，这些条件为制造和食品工业加工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然而，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南非一些行业呢依赖于传统生产模式，生产效率低，与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给本土企业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合作投资的机会。举个例子，在南非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凭借自己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仅可以大幅度地提升生产效率，还能帮助本地企业实行转型升级。通过技术输出和管理经验的分享，我们可以为南非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中非合作论坛及时推进了企业之间合作提供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制造业技术的转型、技能培训、市场开拓方面，中国企业经验和资源为南非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比如，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企业能够协助南非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为本地经济发展注入的活力。饼干生产技术创新和南非市场的机会，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在聊南非食品加工行业的现状，特别是饼干和快速面方面为例，讨论一些机遇挑战。首先，食品加工行业在南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占据了消费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饼干生产、快速面生产，它做食品加工重要的部分，但仍然面临一些具体难题。生产自动化程度低，技术人员短缺。第二个，原材料利润低，浪费较多。第三，市场竞争激烈，国际品牌在南非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而本地的品牌由于生产产品质量和效率低，效率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面临了提升市场领域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就是尤为重要。我们能够为南非食品加工行业，尤其是饼干快速面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支持，推动自动化设备的引进交流。第二个，开展技术合作和技能的培训。第三，注重研发和创新。以上三点不仅可以帮助南非本地企业提高的整体竞争力，也是为中双方合作开拓了更好的可能性。在座的朋友可能要问，为什么要特别关注食品行业呢？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食品的工业的提升，更为中非工业技术合作的一块自己的体现。德邦作为区域性的食品生产中心的潜力，德邦是南非重要港口、城市港口，地理位置优势，交通便利，不仅拥有发达的物流网络，还具备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些优势
为食品工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德邦完成有潜力的发展，成为整个区域食品生产中心。通过在德邦建立现代化食品生产工厂，南非本地企业和中国合作企业可以共同推动区域性食品生产力的提升。这不仅能够满足南非本土市场的优质食品需求，还能进一步辐射到南部非洲市场，将产品和技术覆盖到广大区域。此外，中非之间的合作还可以通过投资建立研发实验室等方式，共同推动饼干食品生产技术的本地化和创新性发展。总的来说，德邦凭借地理和资源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和南非企业的技术合作，有望在食品加工行业中占重要地位，为两国乃至南部非洲地区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展望未来，合作共赢。展望未来的合作共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在新工业时代，技术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更是带来产品变革和市场机遇的关键因素。以饼干生产为例，虽然是一个行业的缩影，却展示了中国企业与南非在工业技术合作广泛合作机会潜在的巨大优势。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深化中非工业技术合作，共同实现以下目标：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第二点，建立共赢生产产业链，发挥中非合作的机制优势。通过这种合作模式，技术不再是一种单纯工资，而是创新价值的财富来源。它既然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中非友谊合作的纽带。通过共同的努力，能够书写技术合作的新篇章，为非洲工业化发展注入更有活力和希望。技术是推动新工业时代发展的核心动力，中非合作成为这种动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无限的可能。在当前工业化浪潮当中，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重要工具，更是改善人们生活的关键手段。通过技术和交流合作，我们可以为非洲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也能够为中非双方创造更多的合作契机。未来，我们希望借助中非这个平台，继续深化技术合作，共同探讨更多可能性，从设备引进到技术的创新，从市场开拓到人才的培训，每一步都有凝聚的中双方的凝聚智慧和努力。这不仅是为非洲工业进步，也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期待通过了合作，为中非友谊写新篇章，为非洲的工业化发展和人民生活贡献力量。再次感谢大家支持和参与，让我们一起携手创造美好未来，共同努力。再次谢谢大家。好，这是何总的我的微信号也等一下会发在平台上，大家也可以，如果需要在德邦这边需要什么帮助，还有咨询，在食品方面，我们可以大家提供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大家。谢谢。在场的会员，是否有想跟何总提问问题的？好，那么下面请南非华兴水泥 CEO 江卓先生为大家演讲，主题华兴水泥海外发展及南非投资的经验分享。大家好，能听见吧？可以的，好的。首先感谢协会的邀请，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在座的这个同仁们以及各位企业家能有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那么，我是华兴水泥在南非投资国家 CFO，叫江卓。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话题是华新水泥海外发展及南非投资的一个经验分享。不同于之前所提到的这些个企业家们，我们华新水泥在南非的投资仅有1年左右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在整个非洲的旅程时间也比较短。那么我今天所要说的这个经验分享，主要还是想大概的介绍一下华新水泥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另外一个在南非这一段时间的一些个经验。那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在座的各位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华新水泥，这个如果要是国内建材行业的话，对华新水泥还是比较熟悉的。华新水泥是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水泥企业，始建于1907年，当时的清政府牵头，建造的中国的第一个这么一个水泥企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7年的一个历史，被称为百年老店。那么经过这100多年的发展，华新水泥已经成为这个涉足水泥、混凝土、物料、环保等等全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建材集团。根据2023年年底全世界水泥企业网的这么一个排名，目前华新水泥在中国按照产能算的话，目前是排在第4位，在全球排在第7位。那么全年水泥的产能是1.27亿吨，同时具备这个环保处置能力1632万吨每年。同时在下游方面，物料的产能达到了2.77亿吨，这个在国内和这个全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靠前的。同时华新有自己的装备制造公司。那么主要生产水泥行业全产业链的一些个主要的大型设备，装备制造的能力达到了每年大概是5万吨左右。这是华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么华新是自2011年开始布局，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海外14个国家进行了投资。那么2011年我们第一个是这个投资是在塔吉克斯坦，是在中亚地区。这个积极响应习总书记2012年提出来的这一带一路啊，我们整个华新在海外投资的一个整体的战略，一个是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另外一个是这个要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这条路线来进行投资。那么截止到2023年年底，我们一共在海外投资14个国家。实际上2024年我们在津巴布韦也建了一条水泥生产线。那么主要的一些个这个水泥的项目的产品，我们从这个屏幕里面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去年投资的南非啊，这个我们收购了这个 KZN 省最大的一家本地的水泥企业 NBC， 它主要的一些个项目包括德班的沙卡国王机场，包括这个世界杯这个半决赛的体育场，这都是使用我们 NBC 的水泥。在国内的话，包括比较有知名度的，包括人民大会堂、三峡大坝，近期的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都有使用我们华新水泥产品。在过去的20多年，华新在整个水泥行业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从2000年开始是华新快速发展的一个窗口期。2000年左右的时候，华新的产能大概是在300万吨左右。那么到了2023年年底，我们的产能已经达到了1.27亿吨。从EBITDA增长的速率来看，在过去的20多年里边，华新的EBITDA它的盈利能力平均的增长速度是在20%左右，这是一个加权平均的一个增长速率。华新在整个建材行业里面，目前它的整体盈利能力应该是仅次于海螺水泥，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华新水泥不仅仅只在水泥的产能上面，发展的比较快，在全产业链，包括这个信息数据化，在整个其他的这些个辅助的功能方面，近期的投资也比较大。特别是在2007年，华新水泥是在建材行业里面第一个完成了这个数字化的一个 ERP 平台搭建啊，是跟SAP、SAP 合作。
09年的话，这个整套的系统开始投入运行。在这个 SAP ERP 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建立起来了财务的共享中心，彻底解放在整个工厂的层面对于财务核算，还有财务管理，这么一个管理方式的一种转变。所有的这些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包括资金管理，全部挪到这个华新的总部，进行集中的这个管理。这是在整个包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华新在数字商业化转型、工业数字化转型，包括在环保低碳、公益建设方面，也都做出了一些卓出的贡献。海外战略是近十几年来华新水泥的4大战略之一。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底，海外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了60亿人民币，那么它的EBITDA已经超过了20亿元。这个综合的这个2023年年底，我们的EBITDA率是在30%以上。那么在整个这个海外发展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期，也就是我们的疫情之后，从2018年到2023年期间。这段时间，集中在中亚、东南亚，特别是在非洲啊。我们第一个投资是从赞比亚开始。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在赞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南非、莫桑比克啊，包括一个最新的是津巴布韦，我们都在最近的这5年的时间里边做了很多的投资。复合增长率从产能的角度来说，达到了每年的34%左右。EBITDA的增率也是比较快的，每年的增率是在27%左右，这个增率是高于华新的整体的平均增率的。所以海外投资对华新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它的无论是从产能、产量、收入和盈利能力，都处于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期。这是整个华新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啊，在14个国家投资运营水泥的业务。目前水泥产能超过2000万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啊，这个EBITDA的贡献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整个华新这个总的EBITDA里边占据了半壁的江山。同时，除了水泥行业以外，我们也拓展了包装、混凝土、料、环保。包括这个石灰石矿山等一体化的业务。最近的几笔投资，2023年我们投资了南非180万吨的一个水泥产能，其中包括这个 NBC 的子公司在莫桑有330万吨的一个水泥产能。2023年我们还有另外一笔投资是在中东啊，投资了一个400万吨的一个水泥产能。这是一个整体的布局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到这个海外并购的总产能，截止到2023年年底，我们这个并购的产能达到了910万吨。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海外的产能是2000万吨左右，所以近5到6年左右的时间啊，华新将在海外的投资的重点从绿地项目逐渐向并购项目进行转换。那么我们现在并购的产能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总产能的1半。这个是我们在南非的投资的一个基本情况啊。目前华新在南非只有一笔投资，主要是在夸祖鲁省，我们收购了当地的一家比较知名的企业，拥有60年历史的 NBC 公司。NBC 公司一共这个有13家工厂，6个实体。右边这3幅图片是主要的3家水泥工厂。上面是德班工厂，就是位于德班市中心，始建于1904年。下面是在Shepstone 港 Port Shepstone， 我们拥有的一座石灰石矿山啊，并且建立了2条窑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是于1984年建厂。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扩建。那么今年的话，华新收购之后，我们对它的产能有进一步的一个扩建。在1988年，我们收购了夸祖鲁省北部的一家公司 Newcastle，这是1988年时候收购的。
除了3家水泥厂，我们在整个夸祖鲁省左面这幅图里边可以看到啊，我们有这个一共有4座矿山啊，3座是 aggregates 是骨料矿山，实际上还有1座是石灰石矿山，还有这个7个上混站啊，分布整个在这个夸祖鲁省里面。目前华新收购的 NBC 公司是夸祖鲁省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水泥制造商。我们目前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从越南过来的进口水泥，这个和它的矿山的地理条件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个 NBC 这个主要的矿山，我们在沙普苏罗港的这个石灰石矿山，方圆500公里以内，目前是没有和我们相当储量的或者是质量的这么矿山的存在。这也是一个比较 NBC 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华新在海外收购南非的项目，虽然时间比较短啊，我是全程参与了这个整个收购的一个策划，包括这个项目的交割以及后续的一个继续管理。那么有一些个感触，就是在整个收购和后续接续管理的过程中，实际上还是对于咱们中国的企业来说，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那么前面几位企业家，我感觉他总结的比我要好一些，那时间待的也比较长一些。这里面我主要是提到这么几点吧，需要考量的几点。左面是要考量的我们对标的这个企业啊，标的的企业，首先要考虑从这个建材行业要考虑它的资源优势，包括矿山的位置、储量及质量，特别是储量和质量，这是我们的无形资产。同时要考虑市场优势，包括品牌、客户、物流、交通及发展潜力啊。对于建材行业来说，物流和交通是直接发生在你的直接成本里面。对于后期的一个这个成本控制和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物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指标。政策的优势包括经济政策、税收及环保、金融资源等等。产品优势这里边主要就是考虑我们的品牌是不是受到这个客户的一个青睐，质量能够达到客户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再一个就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从华新的角度来说，华新在技术方面、技术提供的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特别是装备制造是全产业的一个装备制造，我们可以提供相对成本比较低的这些个生产设备。那么在整个南非本地的竞争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优势，同时也要考虑一些个风险。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些个风险包括行业及政策的风险那么我们可能都知道，南非的 BEE 法案就涉及到有矿山的企业来说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同时矿山的环保还有环保资源等方面的政策，以及这个内政部的一些个人力资源政策，这些都是在后续的经营里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是需要我们中资的企业一定要注意的。竞争方面建材行业在南非实际上是这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在北部和西北部竞争还是比较大，属于一个红海区域。在夸祖鲁省，我们目前唯一的竞争对手是海外的这个进口水泥，但是它对本地的市场这个影响逐年也是在增大，所以在竞争方面这个我们在刚刚进入到南非的时候没有太过重视这个进口水泥，但是现在看的话，这个从越南过来的这个进口水泥对这个市场这个影响，对我们的生产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经济环境整体来说，南非的整体经济发展还是相对缓慢的，这个主要还是政府的效率还是需要提升。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政府交接之后，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政治环境目前看，南非的党派比较多，但今年经历过这个大选之后，目前政府在短期之内，我觉得它这个政治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相对比较稳定。
金融环境对于外商投资来说目前我比较关注的是外汇的一个情况。就目前来说，南非最大的优势，它的外汇储备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涉及到一个投资转回，不会像其他非洲的国家有这个 liquidity 的风险。但是要关注的是兰特近10年里边的持续下跌的情况。虽然2024年有一些个这个反转嘛，有一些个一个回调，但是对于中资企业的投资来说，投资回报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大。那么这些是我今天与大家这个交流的一些个短浅的经验吧，经验和分享。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和大家这个共同学习的一个机会。谢谢。谢谢张总。江总啊，可以问你一下，就是您参与的这个收购的过程，您在收购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因为刚才都是理论上的，你也举个例子，南非的这个沃尔玛购买这个 Massmart 这个连锁店呢，是用了8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开始是50%的这个51%的收购。那么您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个收购，那你遇到什么麻烦没有？麻烦是肯定有的。于建材行业来说，我们收购本地的企业，要获取这个经营权，要做一个经营权的一个转变，我们也后期也是做出了一些个退让。那我们遇到最大的麻烦是矿证，就是 DMRE，矿工部最终的一个许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因为这个在内部协调的过程中按照合规合法，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一个前提。但是在这个获取经营许可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些个让步。我们都知道 B1法案里边是对黑人股东有一个持股比例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从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开始是26%左右，但是后期的话逐渐发展到30%。那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收购是在这个原来的这个企业的结构是26%，就是黑人股东持股是在26%。那么我们在收购的过程中也是这个做出了一些个退让。那么在未来的4到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把这个黑人的持股比例要按照现在的标准。要增加到4%左右，这是我们这个按照B1法案做出的这么一个让步。同时也承诺了很多，比如说后期的一些个投资包括这个对于本地黑人呢这个经济振兴要做出一些个相应的一些个承诺。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也是这个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拿到这个矿权。我个人觉得这个一定的这个退让，一定的这个，因为你要看到整个南非建材行业，特别是在跨祖罗省，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大的，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个优势。在这个前提之下适当的这个按照本地的法律做出一些个让步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你说的这30%的黑人的股份，他们资金到位了吗？现在只是一个承诺，我们是在未来的4到5年里边要完成这么一个转让。目前还没有实施。这个的话，就我个人感觉，如果黑人要采取一些个金融上的一些个手段，那么本地小股东在4%，一个是作价的一个评估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资金，他们如何去承担这部分资金的问题。所以这一切现在只能说是我们做了一个承诺在未来4年里边要做一个实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这个曼巴水泥，这是基隆水泥这个控股，那么跟他们你们有竞争吧？没有，跟他们没有。
他们属于西北，临汾波那一带。因为建材行业，特别是水泥行业，它有一个这个区域半径、销售半径。水泥的话，大概是在150到200公里；商混的话，混凝土一般是在60到100公里之间。超过这个就成本上合不来了。好，那现在5位这个演讲者的演讲都已经结束了，最终让我们请我们协会的活动会长做总结性发言，大家欢迎。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这个咱们可以说每一位的讲演啊都非常的精彩，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限制呢，我们很多都没能够展开。这个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南部非洲中国企业家协会，向今天的这个6位专家，这个也向呢我们后边这个介绍这个企业发展经验的这个9位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同时呢，也向这个在咱们这个线上参会的所有的会员单位，还有我们一些国内的这个感兴趣的关注我们这个非洲、关注我们南部非洲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些领导啊、企业家呢，也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这个刚才啊，每位的演讲都各有特点。那么从专家的角度，更多的是宏观；那么我们呢，这个企业家们更多的是微观。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如果说找共同点的话，毫无疑问，这个说世界的未来在非洲，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那么不光是说小说里的、科幻里的这个世界末日，这个其中有2个避难的地方，一个就是喜马拉雅山，一个是非洲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南非的龙山。那么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习大大把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分，这个把这个关系提升到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这个等于说全方位的啊，这个一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这个高度呢，这个不光是表现在咱们30几个国家这个零关税上，更多的呢，我想从咱们宏观上，从几位专家的介绍，我们能够感知。那么从我们每个人这个在各自企业的经历，我们也会有所体会。那么从微观角度来说呢，这个咱们的这些企业家们，我想呢，无论是谈农业的，这个还是谈这个水泥的，还是这个关于咱们这个包装材料工厂、这个食品工厂、这个饼干大王等等，无论哪一家企业，我想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本地化。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落脚的这个基础，那么都实际上就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那么这个本地化又要超越，比较典型的像孙小栋的这个顺丰集团，那么呢，他也用了这个10几年的时间才开始打破对方的这个垄断。这个南非呢非常强的就是行业的垄断，然后呢，他们行业实际上是通过制定标准、制定技术上的这个用技术来这个给你设定了一套垄断的一个羁绊。那么这种突破又加上一些法律的一些约束，这个再加上它这个每国家在人的方面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工会的力量，还有呢这个黑人的这个培训之难，这个等等，那么本地化就成了必由之路。无论是这个管理的本地化，这个还是这个文化的这个本地化，事实上最终都落到一点，那就是技术的创新。刚才呢，咱们李铁呀，这个冯英丹呐等等企业家都提到，这个在农业方面都需要智能化。
那么包括咱们说这个无人机、低空经济，这个咱们杨会长提到，这几乎是无所不能，实际上都落到一个技术创新上。那么这种技术创新呢，这个让对这个孙晓东的企业来说，顺丰集团来说，它等于说这个通过这种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过程创新的过程。比方说，他前不久呢就上了一套设备，这个在中国来说，据说还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非洲已经是最先进的无纺卫设备，它的这个先进程度达到了这个非洲大陆的最高，这一下就改变了南非在这个无纺布、在个人卫生用品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格局。那当时的这个新闻，这个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那它就有了一个，包括它的这个农垦部也是这样的。现在它的工贸部这个 SNDS 标准局规定，必须全国的这些口罩厂们必须用它的农垦部。那么它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自己的同时，就由过去的被垄断者，现在成了垄断者之一，占据了整个市场的60%，一个产品占了80%。出口到周边的很多国家，那这个过程，这个就非常典型，就是技术创新的力量。我相信，包括一些领域，比方说物流领域，还有很多的领域，包括这个新能源领域，都有一个这个国内的这个内卷变成外卷，就到南非来出口，把内卷出口到南非这么一个难题。但是朔丰的这种模式，可能呢是一个起步，这个不妨呢大家多去研究这家企业。那么包括咱们何总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在自己所在这个领域，让它达到一定的先进度，技术上让别人再跟着你走，我想呢，这是可能将来我们企业家协会的这个在南非的这些企业啊，在这个非洲的这些企业，我们现在是25个非洲国家的这些会员单位，会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这个刚才啊，几位咱们的这个代表性的企业，这个被称作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工业之父的，还有这个乌干达的中国工业之父的这个华坚的这个董事长啊，这个张总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乌干达的这个张志刚的CEO 啊等等，这都是在旅途当中给我们介绍这个非常宝贵的经验。那么还有呢，咱们中国最著名的这个中非之间的这个商会，叫中非民间商会了，这是得到咱们中国政府的这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个白秘书长一直在咱们线上，这恐怕对这个日理万机的白秘书长来说，这也是这个非常难得的能够跟我们做了这个3个小时吧，4个小时了，看到这个表示感谢还有很多的专家一直都在线上，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对我们协会的关注对非洲关注的这些企业家们，还有一些领导都在那儿潜水，但是一直在认真听的。这个呢，再次表示感谢那么我们协会呢，可以说呢，非常愿意这个能够做这样一个桥梁，能够既呢借力咱们这个中国这棵大树伟大祖国这棵大树，又呢能够为这个历史的大潮能够做点贡献。而且呢，明年这个南非这个比较特殊的国家这个过去金砖也好，中日合作论坛高峰会也好，这个对整个这个非洲的这个影响力参与度之高这个咱们都是深有体会的。那么明年呢还有一个 G20，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欢迎咱们这个包括咱们的专家们，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中非民间商会也好，还有这个参加会议的很多这个企业家们，这个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主之谊了，我们争取能够呢顺应这个习大大的这个大战略吧，
我们也会在其中呢，这个生出自己的彩来，对吧？这个让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国的故事啊，讲中国的故事也好，还是创造新的这个故事也好，让我们的这些这个企业家精神，中国式的企业家精神，在非洲啊，这个开花结果啊，这个也顺便啊，祝我们各位朋友、老师、领导们啊身体健康，谢谢大家。看看咱们在线上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主持人啊？看看大家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直接进行交流。这个虽然是在电脑上、在屏幕上看到很多老朋友的面孔，这个亲切呀，还有一些新朋友啊。开关不打开吧？啊，没问题，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只要谁想说，他都自己可以。白秘书长，你看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我那已经凌晨了，我是不是睡觉？李会长，非常感谢各位啊，尤其是今天刚一开始就贺教授也专门讲了一下最新的一个中非论坛的情况，包括各位企业家介绍的情况，我都也做了记录，也有的还都拍照进行了学习。商会也在谋划明年的工作啊，包括南非，明年可能我们还有就是从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角度还有高访，希望在这个高访期间，李会长这块儿也全力配合，我们共同的把这个中非的投资也好，中南的合作也好，进一步往前推动。然后呢，在线的各位企业家也是向大家致敬啊！大家在一线，我是因为参加这个中非工作快20年了，对大家这个在一线的企业家一直是非常的敬仰。然后呢，希望大家回国啊，到北京可以到我们商会做客啊！谢谢这个李会长，感谢，我们协会呢也很荣幸成为中非民间商会的理事单位，好。陆先生是咱们台湾人，台湾籍，陆先生能听见吗？你好，你好，这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李会长，这是我在南非这边30年来第一次看到办了那么的详细成功的一个这个研讨会，恭喜恭喜啊！谢谢。陆先生呢是在这个挨着大西洋的这个西海岸，就是在南非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的这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叫 Frederico， 靠近桑塔纳贝那边，是靠近的龙虾小镇。那边大西洋里来的人，就是那片这个美丽的景色啊，机会很多，好多的这个很有这个条件非常好的优良港口。是的，那个希望将来那个李会长啊，黄秘书啊，有空的时候来我们这边那个参观访问的。我们这边是这个港口是整个非洲最深的深水港，我们的水深是15米，可以停靠那个专油平台的。这边要是靠不进来的话，只能去西班牙了。所以说，而且那个整个开普敦，他们的设定是在20年之内，开普敦港所有的港口设施啊，全部都迁到我们这一区来。因为开普敦那边的港口发展几年饱和了，他们的人口开普敦市已经到430万了，他们的目标是要以100万的人口移到我们这边来。所以说，这块战略的要地，将来就献给我们的祖国中国了。好，谢谢，这是咱们刚刚提啊，刚提有企业家，刘老师，海清刘老师，您那边能听见吗？我能听见。您再跟我们补充几句，我刚才觉得您是这个还有好多话都要说啊。那这个也没有了，主要是跟这个各位企业家这个说一说啊，
因为非洲的话呢，是这个未来这个，不管从中国来讲，还是从全球的层面来讲，都是一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重要区域。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粮食安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洲来保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非洲的木薯跟玉米，它的单位产量还是相当低的。通过我们热科院的科技的输出，我们正在推广呢非洲木薯产量倍增计划。正在这个跟科技部啊、农业农村部啊呼吁非洲这个木薯产量的倍增。那么通过我们科技的输出，可以提升非洲国家粮食的自给水平，粮食的自给水平，进而保障中国粮食进口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天然香蕉也是，蒸旅游也是。我们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天然香蕉进口国，最大的蒸旅游进口国。在非洲，这个蒸旅游这个产业还没有远远还没有发展起来。我去了非洲大约20来个国家，你像我们的刚果部，从北到南都是可以发展这个蒸旅游产业，是吧？都是可以发展这个天然香蕉产业。这个蒸旅游跟天然香蕉，因为中国的进口量那么大，很容易被一些这个国家卡脖子。因此我们的总书记也多次提出要优化这个进口渠道，要提早布局，提早谋划。特别这个企业家在非洲的很多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包括你做外贸的，可以利用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的优势。因为海南自贸港是全球最开放的自贸港，是吧？它的政策优势呢，特别是提到了一个两头在外。因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海南自贸港的4大主导产业之一，那么利用这个政策的优势，是可以发展呢这个两头在外的这个农产品价格链的。近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国内也有企业在跟非盟呢对接。因为我刚才讲这个 PPT 里面呢也提出来了，你像纳米比亚的油肉、南非的油肉，它的进口，它的质量不比新西兰跟澳大利亚的差，但是它的价格远比新西兰跟澳大利亚的要便宜，这对于我们国内来讲，这个我们的畜牧业，特别是对于缓解这个大豆的进口，其他的肉类也是一样，这个呢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而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呢，是隶属于农业农村部的，专门从事呢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国的热区小，世界的热区大，我们院里面的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就是在呢东南亚、非洲、拉美、南太这些岛国。如果说在座的企业家，特别是不管你开矿也好，因为你开了矿之后，还面临一个矿山的修复生态的环保以及这个因为农业呢是一个民生工程，在非洲发展农业的，不管你是苜蓿也好，这个包括花生大豆以及这个特色经济作物这个腰果这个香草兰等等，这都是呢国内需求量很大的，包括咖啡可可等等，我们都可以呢支撑企业在境外做大做强。我就讲这么多吧，这个李秘书长。好，太好了，谢谢。我把我的 PPT 也发给你了，好吧？上面我稍微有详细的做一点数据补充对那个南非的牛肉的口感全世界是排第2的，第1名好像是阿根廷的。南非的牛肉是非常非常好的牛肉，所以说澳洲跟纽西兰的牛肉是没办法跟南非比的。据我的了解，南非的有一些种牛还销到中国去，中国用南非的种牛这方面去改良中国本土的那个种牛的品质。对我在 PPT 里面就分解了这个中国油肉进口来源的不同的渠道，
跟它的这个价格，这个油肉的进口的确在非洲是这个前景广阔，潜力很大。我看咱们这个吉良集团的那个董事长啊，杜全董事长刚才也一直在现场，不知道现在走了没有？杜董事长，杜总，你能听见吗？可能已经离开了。看看还有哪位朋友这个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或者是交流的？如果大家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交流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好，再见。谢谢，再见。欢迎企业家回国的时候到我们乐和院来交流。好的，谢谢，再见。我这边有录到我们影，研究院来交流。谢谢贺老师。我这边有录影，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拿。哎，好，谢谢刘老师、何老师啊，欢迎你们再到南非来，再到非洲来。好，也欢迎你们到我们研究所来。好，我们在25个非洲国家都有我们的会员来欢迎你们。好的。好，谢谢各位，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